瓦剌首领已信，亲率大军万渡边境，大夫危在旦夕。老夫卧病3月，就是为了看清这朝堂之上到底有多少鬼魅，想借着皇帝的愚蠢来动摇我一手稳固的江山。如今老夫看清了，就藩的那些王爷、边境的瓦剌都开始蠢蠢欲动，老夫也该重回朝堂。我是一个穿越者，因拒绝入赘，惨遭排挤，被调任到边境小县担任缉毒警察，最终在执行任务中中弹身亡。上一世在蜀汉，我作为诸葛亮弟子辅佐刘禅，逆天续命79载，最终换来了一生无病无灾的高级福报，才有了这一世100岁高龄。瓦剌犯边，臣请陛下速发援军，固守待变。朕的大明何时沦落到要看一群蛮夷的脸色行事？朕要亲征，效仿太祖太宗，将那野心的头颅铸成京官。陛下万万不可呀！我本为纣，万岁之躯不做垂堂。这些老东西，个个都当我是3岁人，他们口中尽是大明江山，心中念的却是那个已3月未曾上朝的老不死。太傅兼做柱国内阁首辅、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另提都场卫士、总督经营荣政、加荣禄大夫、特进光禄大夫，奉天意味推呈宣吏守正文臣。莫公道，轿子怎么都抬到这儿了？第2日，造大明延续工作，任务完成度越高，来世福报等级越高。老臣穆正居参见陛下。太傅病体未愈，何必勉强？朕意已决，将亲率50万大军离庭扫寻。太傅以为如何？老臣以为陛下此意乃社稷之幸。太傅，您……老臣病榻3月，夜不能寐，常思国事。瓦剌犯边正是我朝展现天威之时，陛下英明神武出征，乃是明君之举。只是50万大军恐怕有些不够。太傅的意思是，老臣以为，既然要打，就要打得彻底。绕族经营3大营精锐20万，再加上山东主力被倭兵30万，共计50万，但这还不够，还需调动主镇守军30万。80万大军一战定乾坤，让那野仙知道我大明的厉害。太傅，万万不可！边军一动，其他各部必然趁虚而入。于卿多虑了，此次出征，老臣愿意随军督战，亲自为陛下筹措粮草军械。不过，老臣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说，老臣建议大军从居庸关出发，经大同直抵土木堡一带，在那里安营扎寨。好，就按太傅所言，朕这就下旨。调集大军，1月后出征。陛下，3思啊！陛下3思啊！老夫真的糊涂了。老夫不了解什么叫真正的帝王心术，毕竟您老子和您老子的老子……我不是病了太久，老祖，开什么玩笑？太傅在过去几十年里，就是话本子里算无一策的代名词。不对，一定有哪里不对。先生头晕了，怎么会？我尔于谦愿入太傅师门，望太傅服气。记住，民为重，社稷存之，君为听。现在主意不复，百姓才是大明要是的兵器。昨天亲口见到我，君为轻，为什么？难道你也变了？好一个社稷之幸！太傅深明大义，不愧是朕的老师，不愧是我大明的肱骨之臣。既然太傅都已复议，尔等还有何话可说？兵部。陛下，老臣的话还没说完。太傅还有何高见？老东西，细说着，难道还想反悔不成？既来了，果然，先生另有打算。老臣以为瓦剌犯边欺我大明无人，此等蛮夷不狠狠打一次，他们就永远记不住疼。所以这一仗必须打，而且要大打，要打出我大明的赫赫天威。没错，就是这个道理。此战可打，但陛下乃万金之躯，系天下安危于一身，效仿汉武坐镇京师，运筹帷幄即可。亲攻沙场，与士卒同立风霜，此乃将帅之事，非天子所为。我本为重，陛下乃万金之躯，老臣恳请陛下收回亲征成命。原来如此，原来穆公是这个意思。我就说嘛，穆老首辅怎么可能犯糊涂？原来如此，先生先顺着皇帝的意思，保全他天子的颜面，这一手实在是高。先生还是那个先生。穆老太傅，
你这是什么意思？朕说要亲征，就是要亲征。朕是天子，朕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你难道想让朕当一个缩在京城里的懦夫吗？陛下息怒，老臣以为太傅所言乃金玉良言，是为我大明江山社稷着想啊。瓦剌不过选际之极，何须陛下龙体亲冒矢石？陛下坐镇中央，调度粮草，安抚人心，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老臣附议，太傅所言极是。万一京中有变，又当如何？请陛下三思，以国本为重。老臣附议。如今情况大不相同，陛下乃大明之主心骨，万万不可轻动。臣等附议，臣等请陛下收回成命。这一话烧得恰到好处，既让朱祁镇知道了自己的斤两，也震慑了那些蠢蠢欲动的朝臣。林毅啊，你觉得为时变了，可你不懂没有权，你什么都不是。想救国必先掌权，想掌权就必须让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都对你又敬又怕。这就是为师今天要教给你的最重要的一课。我这一生从洪武年间走到今天，见过的风浪太多。我以一个北方人的身份，在被南方士族统治的全国统考科举中连中6元，夺得进士头奖。我提出南北卷制度，解决了当时南北方士子间的巨大矛盾。竟干是我战队人孙宣嗣、其实华强上朱高煦和赵武、朱高燧叛乱，把2人扔到澳大利亚。到了今天，正统14年，我已经100岁有余。我用了70多年的时间，编织起了一张巨大无比的权力网络，中心就是自己。陛下。臣等并非有意忤逆，只是君臣各有其职。若区区瓦剌都要御驾亲征，岂不让太祖、太宗蒙羞？那依太傅之见，当派何人领兵出征？陛下圣明。老臣以为，当择一沉稳宿将，方能不负圣望。看来朕亲征是去不成，但如果让朕手里的人去当这个主人，功劳还是朕。太傅所言有理，不过此次出征事关重大。非但要有一员猛将，更需一人居中调度，总揽全局。朕以为司礼监王公公随朕多年，于军务一道颇有心得，岂可为3军总兵官，总统各路兵马，替朕犁庭扫穴。什么？一个阉人当元帅？陛下疯了吗？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这老头子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太傅，朕的想法如何？陛下，宦官领兵乃取乱之道啊，请陛下收回成命。陛下三思。你们又反对朕，王朕有什么不好？他比你们这群只知道尊老的东西强多了。陛下，住口！朕意已决，谁再多言，扰乱军心论处。太傅，你笑什么？王公公，穆老首府，奴婢在。老夫问你，你可曾读过《孙子兵法》？回首府，奴婢略有涉猎。那老夫再问你，风林火山作何解？其疾如风，其虚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那老夫再问你，你杀过人吗？你手上可曾沾过异族的血？老夫执掌100余岁，历经6朝，老眼昏花。只问诸位一句：太祖高皇帝当年立下的铁牌，如今还挂在宫门上吗？老夫垂垂老矣，敢问2位大人，按我大明律，内臣干政该当何罪？回首府，按太祖祖训，当剥皮、凌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为将者，非但要熟读兵书，更需身经百战，有灵机决断之能，有万夫不当之勇。王公公于内廷之事或许是把好手，但统帅3军，老臣以为不妥。这死老头，朕根本没办法反驳。不过陛下念及王公公忠心，欲委以重任，此乃君臣之情，老臣亦能体谅。太傅此言何解？以老臣之见，大军出征，后勤辎重、粮草调度，乃是重中之重。王公公心思缜密，于算学一道颇有天分，不如就由王公公出任总监军，不参与前线战事，只负责监察粮草军需，确保大军无后顾之忧。如此，既能人尽其才，又不负陛下信重。陛下以为如何？这个总监军的职位虽然没兵权，但好歹是个肥差，而且更安全。要再争下去，王振怕是连这个都当不成。就依太傅所言，国朝宿将凋零，然仍有老将坐镇。老臣举荐2人可当此任：殷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2位虽早已过甲子，然久历沙场，威名宿著，堪为国之柱石，足可托付重任。这个老家伙就是故意的。这2个人资历老得吓人，根本就不会听朕的话。
二位老国公可为总兵官，挂将军印，但瓦剌势大，为求万全，当设副将辅之。兵部左侍郎于谦虽是文臣，却久在兵部，于军务、边情、战阵之法了然于胸，其人刚正不阿，谋略过人，可为监军，参赞军务。与两位国公互为犄角，共掌兵权。此外，兵部尚书旷野、户部尚书金莲、工部尚书王锦，先生依然如此博学，从出征的主帅、监军到后方的兵员、粮草、军械，先生这是安排了一切。这个老将自导自演一场独角戏，让朕无从反对。臣金莲领命。这个老头子是不是早就把这一切都算计好了？从朕提出亲征的那一刻起，后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是不是都在他的算计里？之所以不一棒子打死王振，其一是给朱祁镇留面子，毕竟是皇帝最宠信的人；其二，王振贪财，让他去管后勤，他必定会想方设法的捞油水，克扣军饷，这正好可以成为日后制裁他的把柄。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需要王振这条又贪又蠢的鲶鱼搅动朝堂浑水，让那些藏在水底的牛鬼蛇神都浮出水面。监军参赞军务，共掌兵权。先生，这是把大明一半的兵权交到我的手上。先生，究竟为什么这么做？穆老，廷义在，国难当头，莫做小儿女态，在其位谋其政。你现在是兵部侍郎，是陛下钦点的副总将，你要考虑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做。两位国公虽是兵场老将，但终究年老，逐渐力不从心。你为人沉稳，谋事周全，正好可以与他互补。至于瓦剌，大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大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愧是老师。也先此人，骄兵悍将，看似气势汹汹，实则有勇无谋。他敢亲率大军深入大明腹地，所依仗的无非是骑兵的机动和突袭。对付这种敌人，切忌与其在平原旷野浪战，当以坚城为依托，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以火器之力挫其兵锋，耗其锐气，待其尸老兵疲，粮草不济，再以精锐骑兵寻机决战。不愧是老首辅，战局判断依旧如此精准毒辣。太傅此番话与我心中所想的对敌之策不谋而合。老师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看在眼里，但既然老师什么都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做那些错事？朕是皇帝，朕才是穆正居名义上最尊贵的学生。可这个老头子却从未用这种方式跟朕说过话。他教给朕的永远是帝王之术，权衡之道。但他看于谦的眼神，那才是真正的老师看学生的眼神。就因为于谦比朕更听话，比朕更刚正不阿吗？朕累了，今天的早朝就到这里吧。退朝！万岁万岁万岁！穆太傅，经营三大营的兵马清册，下官回去后立刻整理，明日一早便呈送您府上。老师，学生还有些不成思的想法，想向您请教。都去找穆正居汇报，朕这个皇帝却被晾在这里，无人问津。我的任务是造福大明，延续国祚，这绝不是打赢一场战争那么简单。我要做的是借着这次战争的机会，彻底整肃朝纲，清除内部的毒瘤，建立一个更高效、更稳固的政治体系。也先王振、朱祁镇一个一个来。洪武13年，胡惟庸案刚刚爆发。像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咱给你才是你的，咱不给你不能抢。这个道理，咱没读过书都懂。借口那个胡惟庸吃咱的喝咱的，到头来还想谋咱的江山。从今天起，什么丞相咱不要了，废了。看，那是什么？虎啸。彪儿，你看这玩意儿，比咱当年在鄱阳湖见的船都大。不过，咱咋看起来这么像妖兽呢？就掉下来。彪儿，你怎么看？父皇，儿臣未曾见过此等奇物，不敢妄下定论。让李善长研究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臣这就去找李善长。那个李善长还自称什么学究天人，依咱看，就该治他个欺君之罪。爹，
李相国也是尽力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四民。观华夏5000年，有始有终，德国之政无出大局之右者。而开创这不是伟业的，便是这位开局一个碗，结局一个国，真正的传奇帝王洪武大帝朱元璋。彪儿，你瞧瞧，不愧是天上的大罗神仙，说得好，说得太好了。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位伟大的洪武皇帝最大的问题，便是过度的猜忌与对权力的绝对。这一点，在他对待文臣，尤其是对待丞相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放屁！咱猜忌，咱要是不多长个心眼儿，这江山早让人给掏空了。这神仙赌个锤子治国。幸运的是，大明朝出现了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首辅，他以一己之力弥补了洪武皇帝当年废相之后留下的隐患，将王朝重新拉回了正轨，甚至远胜当年。首辅是啥玩意儿？是官吗？咱刚刚才动了心思，要废掉丞相，然后设立4个没有决策权的内阁辅臣。这天幕上说的首辅，莫非就是指这个？儿臣也不知，可听着天幕的意思，这首辅的权力似乎大得惊人，竟能弥补制度隐患。在了解这位传奇首辅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明朝科举初期，北方人有多难。洪武4年，开国第一科，取中进士120人，其中南方士子116人。洪武30年，春闱放榜，中士进士52人，竟无一北方人。主考官偏袒南人，科场舞弊，将主考官、阅卷官等1众官员尽数下狱，严刑拷打。没错，咱的天下岂容这等舞弊之事？重新选拔一遍，榜单上的名字和名次顺序都没有变化，这不是舞弊。连年战乱，伤悲放大，人才断绝。而相对安稳的江南，则文风鼎盛，才子辈出。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一个洪武大帝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打破数百年格局的传奇首辅，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能解决连咱都束手无策的难题。这又是传奇，又是破局，听起来倒也不是贬义。1年以后再考一次。这个无奈之举，却给了这位未来的传奇帝国首辅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一个让他6元及第，实现理想，以一个北方士子身份名动天下的机会。黄河水患，历朝不绝，何以治之？治河之要，在人心，非在人。凡牧民夫修筑河堤者，其3湖清泉，皆迁居于堤面之下也。由官府出资为之建屋设分离营地，使其复居。堤固则全族安享天伦，堤溃则何家尽为鱼鳖，以生子为都，以亲子为压。何愁河公不尽心？何愁河堤不永固？这简直是个疯子！此策若出，与暴秦何异？陛下，此策虽狠，却直指人心根本。臣等日夜督工，严刑峻法，却总有奸猾之徒偷工减料，防不胜防。可若用此法，何须监工，何须律法？那些民夫自己便是最严苛的监工。陛下，此子不是在治河，他是在练心，用数万民夫的身家性命去练一道万世永固的河堤呀！好一个以亲族为压，好一个练心，这个穆正居有点意思。大明立国，北京俘虏屡屡骚扰，当如何永绝后患？这还用问？打到他不敢来为止。那些个汉唐皇帝当年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杀他个血流成河，看他还敢不敢南下牧马？兵者，凶器也。治边之策，当恩威并施。其一，排查历史；其二，开府事；其三，行规划。军屯，咱懂，可用茶叶和盐去打败草原的铁骑，咱不能理解。穆正居若是忠臣，则为国之栋梁；若是奸臣，必将祸害大明。此方长此以往，可灭敌国，绝其主。然此皆小道耳。真理只在刀锋之上，尊严只在公武之幕。一个政权的稳固是打出来了。有辱四文，这是读书人能说出的话吗？这才是对付草原狼最好的办法。先用怀柔的贸易让你离不开我，再用锋利的刀剑让你害怕。这世上竟有如此懂我之人。
好，说得好，说的太他娘的好了，这才是真理。跟蛮夷讲什么仁义道德，放屁！咱的江山是靠刀子一刀一刀砍出来的，尊严是靠弓箭一箭一箭射出来的。酒后戏耍，谬误，不足平。那些个鸟官奏折咔咔给咱写几万言，看得咱头都大了。绕来绕去，核心内容狗屁不通，还没这小子一句话的意思来的实在。切，关键是人家写的这个，咱一个大老粗都看得明明白白，结果人家还他娘的说是胡乱之作。他这胡话比咱手底下这帮人的正经话还顶用，一个个都说自己读的是圣贤书，满肚子经纶，结果呢，治和的法子还不如一个毛头小子酒后胡写了几句话。有你们就知道跟咱要钱要粮，让你们想辙就只会说打，怎么打，打完了怎么管，屁都说不出来一个。看看人家，这才叫他娘的格局！一边跟你做买卖赚你的钱，一边用赚来的钱养兵，再反过来打你，脑袋是怎么长的？南北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非一日之寒，亦非一代人所能扭转。强行要求北方士子与南方士子在同一张试卷上分高下，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洪武大帝用雷霆手段维护了科举的程序公正，却无法解决结果不公的根本矛盾。这个问题成了他当年最大的心病之一。真如此的话，确实会是咱的一块心病啊。然而，这个困扰了数代人的死结，对于那位未来的传奇首辅而言，解法却异常简单。当他面对同样的问题时，他只用了一策，便让南北双方皆无话可说。他要看看穆正居会怎么解决。南北分卷，按额录取。南北分卷，按名额录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南北两边各考各的，各取各的？这怎么行？科举取士自当以才学为准，岂能因地域而异？这岂不是乱了祖宗的规矩？不算总账，算分账，这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对，不是乱了规矩，是创造了新的规矩。他没有说北方的卷子写的不好，也没有说南方的阅卷官偏心，而是绕开了这个死结。他承认差距，但他不比了。我录取我的，你录取你的，大家各玩各的。这样一来，北方士子有了盼头，不会再闹事儿；南方士子保住了自己的名额和体面，也不会有怨言。陛下，按照此法，朝廷得到了稳定，还能从北方选拔出足够的人才去治理北方，一策三得，不，一策数得。这年轻人是惊天伟地之才呀！多谢给我北方士子们一条出路。此法不是科举，不是南北之争，而是帝王术的平衡。用咱大明所有的力量，去给咱查这个穆正居。他现在在哪儿？他是谁？他在地里，给咱刨出来！幺儿，看见没？这才是真正的人才呀！治和、治边、治国。咱光是听他那几句酒后胡话，就感觉脑子都亮堂了不少。你再看看咱手底下这帮人，一个个不是知乎者也，就是跟咱要钱要粮。真让他们办点实事，还不如这小子的几句胡话管用。苍天有眼，苍天有眼，我北方士子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这个叫穆正居的小子，人还没出世，就已经帮他把最难搞的南北士子之心收服一半。咱现在无比期待啊，天父接下来如何讲述这位六元及第的传奇状元，如何在咱的大明朝堂搅动风云的。这位传奇首辅的经历太过坎坷，也足够辉煌。若从科考之初讲起，未免太晚。我们择日再正式介绍这位帝国首辅。他娘的，怎么跟那些说书先生一个德行？专在关键时候吊人胃口。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的知己，也是他的第一代正式主公兼伯乐永乐大帝。永乐大帝是谁？前朝有叫这个年号的皇帝吗？怎么不讲穆先生了，讲起别人了？陛下，乐这个年号使不得，使不得呀！说说为何呀？启禀陛下，前宋之时，那江南的贼寇疯了，谋反作乱，用的年号便是永乐，此乃乱臣贼子之号啊！标二宅心仁厚，饱读诗书，绝不可能用这种犯忌讳的年号。咱这儿正看到兴头上呢，他突然不讲了，不讲就不讲吧。他转头去讲什么永乐大帝，这不就是在故意暗示咱朱家要出事吗？关键是他还说咱不是人家穆先生的正式主公，咱洪武大帝开国之君还配不上当他的主公。那这个永乐大帝到底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啊？父皇息怒，这天目所言或许另有深意，而且能被后世之人称为大帝的皇帝，那一定不简单。
咱看他就是故意气咱。北平，这不是咱刚打算划给老四的封地吗？怎么会出现在天幕上？6元及第，名动天下。这位天纵奇才的北方世子，本该在翰林院中开启他传奇的仕途。然而，命运的洪流从不给人喘息之机。洪武31年，洪武大帝驾崩。洪武31年，这么一算，咱这是活了70岁。咱这辈子刀里来火里去，又是饥荒又是瘟疫的，能活到古稀之年，赚大发了。洪武大帝驾崩后，皇太孙朱允文继位。皇驾崩后，登基的竟然是我的儿子允文，那我呢？太子殿下呢？太子殿下呢？皇帝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无情又变呢？这怎么回事呢？套路吗？是吗？怎么可能啊？如果彪儿不在世了，换别人继位也可以理解。可继位的怎么会是允文那个庶出呢？咱的皇长孙雄鹰呢？总不可能咱的雄鹰也不在了吧？咱最心爱的好大儿，咱最看重的好长孙，全都没了。是谁干的？是他们干的？不对，咱亲手养大的儿子，咱清楚。这几个臭小子，虽然各有各的毛病，但对他们大哥朱标那是没得说的，绝不可能手足相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宁可是那几个儿子造反，也好过白发人送黑发人呢。新帝登基雷厉风行，第一件事便是削藩。混账东西！咱分的藩，咱给的权，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谁给你的胆子？周王朱肃贬为庶人，代王朱贵形同牢犯。西王朱博圈禁于京师，襄王朱柏不堪受辱，举家自焚。这都是咱的儿子，朱允文怎么敢这么做？下一个就是削藩的屠刀终于回向了实力最强的藩王燕王朱棣。朝廷进府运，粮草皆由陆路运往北平，路途遥远，耗费巨大，只需遣一军扼住通州，则北平守军粮道自给。姚广孝刚才说的可都是谋反的话，穆政局看样子也参与了进来，咱倒要看看你们打的什么算盘。是他，是那个6元及第的穆正居。反了，这个穆正居竟然谋逆！6元及第与我何？品行不端，妄读圣贤书，与乱臣贼子为伍。以穆正居之才，若想荣华富贵，辅佐朱允文，岂不是顺理成章、青云直上？为何要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去帮助一个怎么看都胜算渺茫的藩王？原来天幕上说的那个永乐大帝不是朱允文，而是老四。这3个人凑在一起，这场靖难或许真的能成。其实，若有一线生机，身为太祖之子的永乐大帝也绝不会走上这条路。襄王朱柏合家自焚的冲天烈焰，彻底烧掉了永乐大帝朱棣心中最后的一丝幻想。建文帝的屠刀，绝不会因血脉亲情而有片刻的迟疑。偌大的大明王朝，雄师百万，然开国名将或遭屠戮，老外竟无可用之人，何其相似！那一天，太祖皇帝朱元璋由南往北驱逐胡虏，一统华夏，立国为民。几十年后，他的儿子将奉天靖难，由北向南，将这大明江山再度一统。而这位燕王也将成为华夏封建王朝最后一位世界性的大帝，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你朱棣是成祖，那咱算什么？前朝余孽吗？真是咱的好大儿！你为何要帮帮我？对呀，为什么？咱也好奇。朕自登基以来，常念先生之才。先生所创南北分郡之策，立国立国，朕深知唯有先生之力，方可安天下，定社稷。朕知先生胸怀大志，非寻常官员。若先生愿意为臣服，共创尧舜之治，朕愿为先生复开先河。见我给了你如此承诺，你为何还要拒绝？穆圣居居然拒绝了，这小子到底想要什么？正居此校何意？小殿下你竟也有愚钝之时。权力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当工具本身成为了目的，那便本末倒置。而穆正居所立之治，乃是成圣之治。他要做的是一个有力量、能造福天下万民的孤臣，不依附君王，不结党营私，只凭心中道义行事。儒家之最高追求，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志向竟止于此。殿下，我所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高官俸禄，我想要的自始至终唯有4个字：天下为公。想做事
必先有权，想做成事，权必须更大。臣之所以选择殿下，而不是那位远在南京的建文皇帝，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臣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先帝的影子，臣在他的身后看不到我大明的未来。朱允文礼贤下士，他尊崇儒道，他会重用我们这些文臣。我若是去了南京，必然是如鱼得水，青云直上。可是殿下难道忘了前宋之鉴吗？一群书生空谈误国，最后皇帝做了俘虏，百姓沦为猪狗。南北分卷之策，你们都说我偏袒北方，说我开了恶例。我不否认，我承认此法对后世是有弊端，或许会让同等才学之人因地域之别而有不同命运。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但那又如何？我所求从来不是一身的清明，更不是什么流芳百世，哪怕因此要背负千古骂名，我也认了。我只求我大明江山铁蹄所至，皆为民主；我只求我华夏子民挺直脊梁，傲立于世；我只求万国来朝，望我龙起而胆寒，而非偏安一隅，龟缩在江南之地，等着别人打上门来，再吟一首亡国之诗。穆正居这番话说的咱浑身热血都在沸腾。彪儿，你听见了吗？这才是治国。如果父皇驾崩，我继位，我能留住这样的国事吗？我配得上这样的国事来辅佐吗？先生之志，朱棣受教。燕王朱棣的决心并非一日铸就。事实上，在建文帝登基之初，整个大明的政治风向早已为这场叔侄相残的悲剧埋下了最深的伏笔。削藩这个议题，在建文帝的朝堂之上呈现出了罕见的共识。历经洪武朝数次大狱清洗，开国勋贵集团已十不存一，建文帝又大肆给文职提升阶位，朝堂彻底成了文官的天下。而建文帝犯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太信任这群只会纸上谈兵的虎奴了。看看咱说啥来着？这帮读书人除了会动嘴皮子，还会干什么？治国要是靠他们，咱这江山早亡了。爹，如今的当务之急是该怎么安抚这群躁动的开国功勋们。而穆正居之所以放弃他唾手可得的丞相之位，也正是因为他透过建文帝，他看到了一个被书生们的空想所绑架的帝国正滑向深渊，形势似乎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地步。建文帝手握天下大义，雄兵100万，但朱允文或许怎么也想不到，他将要面对的是彼时整个大明王朝最能打仗、最得军心、最像太祖皇帝的男人。观华夏历史，他也是唯一一位造反成功的藩王啊！不愧是咱的种。不对呀，老四造的是咱老朱家自己的反。但建文帝最大的敌人，并非兵强马壮的燕王朱棣，而是他手下那位拒绝了丞相之位的首席谋臣穆正居。在了解这位传奇首辅如何颠覆乾坤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一个几乎被历史尘封的秘密。洪武21年，时年16岁的穆正居已连中5元。县试按手、府试按手、院试按手，乡试解元、会试会元，距离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6元及第神话，他只差最后一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以及背后某些不愿看到一个北方士子再度登顶的人心之恶，让他完美的错过了殿试。而当他披星戴月、满身泥泞的赶到京城时，殿试早已结束。好，当真是好，所有人都在算计穆正居。自错过殿试后，他蛰伏了整整10年。10年间，他娶妻生子，看着自己的第7个儿子咕咕坠地。他看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也看透了世事的无常与险恶。他心中那份成圣之志，在10年的沉淀后，反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这次的科举，我势在必得，我要将这天地换一个颜色。然而命运似乎再次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洪武30年，他再次踏入贡院，可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席卷整个大明，比任何个人失败都更加沉重与荒谬的时代风暴。春闱放榜，中试进士52人，竟无一北方人。穆正居的名字与成千上万的北方士子一样，淹没在了落榜的名单之中。不是他不够惊才绝艳，而是整个北方文脉的凋敝与某位官员的2次意外遗漏，让他与无数同乡一起成了这次公平科举之下最无力的牺牲品。这就是咱未来会遇到的南北绑啊！为了平息众怒，也为了宣泄自己无处发泄的怒火，太祖皇帝做
做出了一个冷酷的决定，他将主考官等人尽数处斩。这是比10年前那场大雨更沉重的打击，他几乎彻底摧毁了穆正居心中那份为天地立心的执念。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便是最终结局，北方世子将永无出头之日时，一道来自皇宫的充满了帝王怒火与不甘的圣旨传遍了整个京城。1年之后再开恩科，这一次在那位洪武大帝亲自监督的严苛审查下，并未再出现任何意外。这一回穆正居真的夺了魁首，状元及第。这2次跌宕的经历也让他彻底看清了这个看似辉煌的帝国背后所藏匿的深入骨髓的腐朽，这也为他日后抛弃那位礼贤下士的建文皇帝，转头投靠尚在北平的燕王埋下了最深的伏笔。咱的锅，咱还没死呢，就替那没见过的孙子把亡国的锅给背上了，这他娘的是什么道理？好你个朱老四，你造反的事咱还没算，现在你还笑咱啊！此刻摆在穆正居面前的是2条截然不同的路，另一条更要背负万世唾骂的乱臣贼子之名。夫君，你这是要做什么？这小子是个狠人呢。夫君为什么？若是换做咱能做到吗？咱做不到，妹子为咱付出太多。有辱斯文，虎毒尚不食子。不错，纵有惊天伟地之才，品行若此，亦是国之大贼。陛下，此等品行败坏之人，其行可诛，断不可用。古之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人连家都齐不了，连结发之妻都能狠心抛弃，纵有天大之才，亦不过一无人性之禽兽耳。孟子曰：“君子远庖厨，非不能而不仁也。”此人心中全无半点不仁，何以为仁？都给咱闭嘴！你懂个屁！咱问你，要是你怎么办？拖着老婆孩子一起去死，全家老少整整齐齐上菜市口挨刀，这就叫齐家了啊！人家那是抛妻弃子吗？人家那是在救老婆孩子的命。你们这帮猪脑子，除了会念几句圣贤书，还会干什么？回父皇，儿臣以为穆大人此举看似无情，实则大义。说得好，这才是咱的儿子该有的见识。这个穆正居够狠够绝，咱喜欢。为臣者欲成大事，必有大舍。穆正居的选择正是他眼中唯一的破局之法。然而后世史家对此事的争论却从未停歇，但亦有野史笔记，他的发妻便是他棋盘上最关键的一位棋子。《帝国寿福传》中亦有只言片语提及，状元夫人之死，使得建文朝廷吊民伐罪之名荡然无存，师出无名，军心动摇，此为靖难之役的真正转折。更有甚者，一份不为人知的野史残卷中记载了一段更为惊悚的秘闻：那位在此战中昏招迭出，导致50万大军土崩瓦解的主帅李景龙，在燕王朱棣登基之后，非但没有被清算，反而善始善终。这种废物还能善终？在正式介绍他的主公永乐大帝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认识一下他生命中也是大明王朝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是啥玩意儿？也是官名？回父皇，儿臣闻所未闻。莫非是天庭新设的什么神职？天使还做买卖？接下来向你们走来的是大明第一天使投资人安妙一以及他的父亲安定国。穆正居本是一孤儿，于乱世之中食不果腹，命如草芥。幸得时任县令安定国见其可怜，便将其收留，带回府中，做了个陪自家孩儿读书的小书童。安家乃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名门之后，虽历经朝代更迭，家道也不如往昔，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诗书风骨与良善却从未改变。安定国爱其聪慧，惜其天资，名为书童，实则早已将其视如己出。关键在于，在穆正居尚未名动天下，甚至连一场科考都未曾参加过的时候，安家大小姐安妙一便已认定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少年，并向父亲提出非他不嫁。这安家小姐莫非是神女下凡不成？在穆正居还是个书童的时候就看上他了。丫头眼光比咱还毒辣。原本安定国并无此想法，但在女儿的再三要求，甚至以绝食相逼之下，这位爱女如命的老父亲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这门在所有人看来都极不般配的婚事。说实话，打死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年轻时只是出于一念之善，随手救下了一个小乞丐，日后竟会成了那个名传千古、光耀史册的6元及第、5朝首辅、3朝帝师。一念之善，竟能结出如此逆天改命的果实，咱还真想见见这位安县令啊！陆正居居然当了5朝首辅，这怎么可能？一个人的政治生涯能跨越5朝，这得是何等的手段！咱明白了，这小子才是真正的帝王师啊！看来在如今的当务之急是得赶快给雄鹰找一个好师傅。如果天幕所言为真，那这个穆正居不仅会帮助我夺取天下，更会帮助我治理天下。真正的人才，真正的国师，根本不需要去寻找。在他还是微末之时，自然有那真正有眼光、有德行的人会发现他，会守护他，会与他站在一起。这或许就是天意。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会演诗书的老县令，也因此成为了大明朝唯一一个从7品县令一举提升至安国公的男人。从7品到国公，跨越了整整18个品级，这在大明朝乃至整个华夏历史上排不上号的。咱的儿子里，谁才是那个配得上这份天意的真正有德行的人？如果彪儿正常登基，真的会比老四这个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的皇帝陛下，燕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再不剪除，必成心腹大患。臣闻燕王府私藏甲胄，招募死士，此乃谋逆之兆。请陛下降旨，将其当与一网打尽，以绝后患。可燕王毕竟是朕的亲叔叔。天界无亲情，周公尚且要诛管蔡，以安周氏，陛下岂能因小人而误大明江山？准奏。这就是未来的永乐大帝，竟能隐忍至此。好一个装疯卖傻的永乐大帝呢！陛下，朱高煦逃了，此事若是传扬出去，朝廷颜面何存？罢了，将已经被软禁起来的燕王世子朱高炽和三子朱高燧一同放了回去，让燕王父子团聚，感念天恩。这便是建文帝自作聪明的计策。他主动放回燕王二子，就是想让燕王再无后顾之忧，逼着他起兵造反。如此一来，他便可手握天下大义，名正言顺的以雷霆之势，将燕王这个心腹大患连根拔起。这个计策本身听起来天衣无缝，但关键就在于他打不过。蠢货，咱的脸都被这个小崽子给丢尽了。彪儿，你可再说实话，这真是你的种吗？他娘的，怎么一点没随你啊？这孩子到底继承了谁？这朱允文必须得验一验。燕王朱棣真的反了，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仿佛都在印证着他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或者说，他低估了那位年轻的建文皇帝，在占据大义名分的情况下，所能动员的那足以碾碎一切的力量。建文帝尽起天下之兵，命李景龙为帅，统兵50万，围攻北平。高炽、封塔，回城楼里去吧。我父亲在世时曾对我说过，他说北平的兵是大明最硬的兵，是刀山火海里爬出来，跟蒙古鞑子刀刀见红抢下来的兵。他说，只要北平城还在，只要我们这面燕字大旗还没倒，大明的北境就永远踏不下来。这才是咱老周家的好儿媳呀！我的太子妃能有这份胆魄吗？我能教出这样的儿子吗？李景龙这个废物，他50万大军，要是连个北平城都拿不下来，咱回头就抄家伙揍他一顿。世子殿下，哈就对了，兵者诡道也，打仗从来都不是比谁人多。殿下，还记得昨夜臣让您做的事情吗？已经按照穆先生的吩咐，从城头之上往下浇了一晚上，城墙根脚下也撒了沙土。请殿下下令放箭吧。放箭！先生他是怎么想到的？蠢货，李景龙这个蠢货，他难道不知道北平的冬天有多冷吗？还总攻，咱看他是总送。传我将令，把那逆贼穆正居的婆娘安氏给本帅押上来。高炽，这李景龙喊的是谁？是先生的发妻，
孩儿曾听先生提过，他还为先生先后诞下了7个儿子。嘿，这个小崽子，都这个时候了，还在那儿装什么深沉？他老婆孩子都要被人拉出来砍了，他就不急吗？啊！夫君，你就在那城墙之上吗？你看得到我吗？我一叫就把李景龙的腿打折。顾正军，本帅知道你在城墙上看着，燕王朱棣气数已尽，北平城破迟早的事儿，你又何苦逆天而行？只要你现在立刻打开城门，归顺朝廷，本帅立刻将你的妻子和孩子毫发无损的送到你身边，还要上书建文皇帝，封你为相。先生，要不我们暂且……世子殿下，还记得臣跟您讲过的两绝明王李定国的故事吗？我昨日特地用检验仪器重复测试了数十次，就是为了确保今天绝对会有一场足以改变战局的大风雨。快一点，再快一点！穆正军，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反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儿惨死吗？本帅再给你最后时期。夫君，妙于此生，能为君之妻，三生有幸。君既有重造天下之志，匡复社稷之心，又岂能为我等妇孺所累？我夫君乃顶天立地之大丈夫，6元及地之魁首，岂会受尔等宵小之辈的要挟？今日我安氏一门，愿以枪血为夫君，为燕王殿下祭旗。既然穆状元不心疼自己的夫人，那本帅就替你心疼心疼。终究是来不及。天意向穆正军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燕贼，是燕贼的骑兵，他们从后面杀过来了！快转向迎敌！老师杀了师娘，我算准了风，算准了雨，科学没有骗我，可天意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朕想过穆正军会用无数种方法破局，但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方式。他竟然亲手射杀自己的妻儿，他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了敌人最后的筹码。此一役名曰冰城血战，后世史书评：自此之后，见闻再无胜绩。世子殿下，臣信不如。先生，你怎么样？臣没事。这行大乱，开城压过去。穆总，我们只有8000人，城外可是有50万大军。 8万有8万的打法，8000有8000的打法，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只能等死。以弱敌强，最重士气。李景龙以主帅之尊行龌龊之事，挟持妇孺，以失人心。我知道，在今天太阳重现之前，我们中有很多人会死去。我相信城墙上，甚至在京城里，会有很多人说我心狠，说我冷血，竟然连自己的妻儿都下得去手。但又有何妨？读书需要流泪，盛世需要流血。 被后世文人的笔墨唾骂，总好过有朝一日一族扣关，我们身后的万家灯火被肆意屠戮。如若你们看到我落下马来，不要哀悼，不要为我收尸，更不要停止冲锋，紧紧跟随王爷的燕字大旗，握紧你们的刀，踏过我的尸体，碎他们！杀！朕倒要看看。 刚才痛斥穆正军抛妻弃子、有辱斯文的那些个人，脸疼不疼？日月山河永在，诸君慢行。住手！ 等我完成心中所想，我会下去向你赔罪。据后世史料《帝国首辅传》记载，
时常一人抚琴，一人吹笛，乡邻皆以为神仙眷侣。见闻一朝，名将凋零。然军中并非无可用之才，此人名为瞿能。若放手让他施为，北平城危矣。领进，收兵。主帅无威，老将不服，令出多门，互相掣肘。怕瞿能抢了头功，竟然下令让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瞿能部队停止进攻。等待大军一起行动，正是这个愚蠢到极点的命令，给了守城的燕军喘息之机。北平终究是没能被攻下，而最令人扼腕叹息的，莫过于那位刚烈的状元夫人安妙仪。然而，一个算尽天下的智者，会天真到以为一纸休书就能在抄家灭族的滔天大罪面前保全自己的妻儿吗？还是说，你们以为的休书便是那洋洋洒洒的恩断义绝之词？郑居算准了建文帝会为了人君之名，不会为难一个被抛弃的孤儿寡母，但他终究是高估了对手的底线，或者说他低估了一个读书人被逼到绝路时的狠辣。抓不到穆正居的妻儿，建文帝的鹰犬便将屠刀挥向了安妙仪在老家颐养天年的老父亲，一边是丈夫用性命换来的生路，另一边是生养自己的父亲。老仆，这6个年长的孩子我就交给你了，请把他们交给我夫君。他不是被抓住的，是他自己走回去。混账东西，拿人家的老父亲和女人做要挟，这是皇帝能干出来的事儿？咱老周家的脸都被这个畜生给丢尽了。抱着他，莫让他着凉了。穆状元，快走，是敌军，快回城！将军，李帅有令，速斩穆正居。这又是唱的哪一出？这个叫瞿能的怎么不动手啊？穆正居赌对了，哈哈，好曲！瞿能本就是性情中人，其妻早年亦是死于敌军挟持之下，相似的遭遇让他对眼前这位6员状元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感。李景龙这个蠢货，用人不明，这瞿能分明是个忠义之辈，他竟派此人去行这等龌龊之事。穆状元，曲子不错，你杀西护城是条汉子，我瞿某佩服。我们走。这，将军，李帅的军令。妈了个巴子，让他自己来杀！这，去，交给瞿将军，告诉他李景龙大势已去，此战必败，让他带着本部人马不要回大营，一路往去沧州，最后到德州落脚，自有生路。告诉穆状元，他日若在战场相遇，瞿能必报此恩。正是穆正居今日一战，为日后驻地南下秦龙，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国土，咱那个傻大孙朱允文输得不冤。王爷，穆施主他，咱知道。
争取这笔债我注意记下了。一家哭总好过一路哭，一人哭总好过万民哭。王爷，该进城了，王妃与世子还在等着您。你说老年的咱传位跟允文是不是真的错了？啊？有人生来读兵书，有人生来写兵书，而有的人本身就是。建文皇帝和他的谋臣们终其一生都想不明白，他们输在哪儿。建文输的不是一场战役，他将这位传奇首辅唯一的软肋亲自送到他的面前，然后逼着他斩断了自己最后一丝真性，化身成了真正的兵道之神。自今日起，这天下便再无人能挡住这位孤臣的脚步，更无人能看透他那神鬼莫测的棋局。永乐大帝之所以能成就万国来朝的赫赫武功，天命所归是其一，而其余正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世上最锋利的剑与最坚固的盾。后世人记载并评价道，面对巅峰时期的穆正居，能打败他的只有他自己。啊！咱今天算是明白什么叫做一人即天下。郑居，接下来有何打算？李景明虽败，但去主力上，我那大侄子随时可以组织起第二次、第三次。此言有理，但王爷在大明收编的兵马已经暴露，朝廷下一次的攻势只会比这一次更加猛烈。守是等死，攻是求胜，我们不也等不起。你的意思是，我们即刻南下，不要城池，不贪天粮，直打李景明的溃军，以战养战，将这50万大军彻底碾碎在山东的土地上。一旦拿下山东，大运河便是我们插入南京心脏的敌手。我军可东临大海，西扼运河，进可攻，退可守。届时天下之势才算真正逆转。如今确实是个好时机。本王原本以为守住北平之后，该是修身养息、学徒发展，没想到郑区的进来早已落在了千里之外。时不我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好，就依先生擒龙。这就没了。兵城一战，奠定乾坤，后续之事，想必诸位心中已有定论。明日此时，将为诸位展现这位帝国首辅真正巅峰时期的风景。届时，尔等将亲眼见证，已是100岁高龄的穆正居在朝堂之上是何等的翻云覆雨，一人击国。不过，在此之前，1刻钟后，可先让诸位看看后世之人是如何评价他的。这位传奇首辅在1000年之后，又有着何等毁誉参半的赫赫威名啊！朱老四，咱问你，要是没有这天幕，你是不是就真的反了？儿臣不敢，儿臣对父皇、对大哥、对大侄子忠心耿耿，日月可见。放屁啊！你过来，妹子，你也过来。父皇这是要做什么？您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携皇后马氏、太子朱标叩见我大明成祖永乐大帝。啊！爹，您别整儿子的寿了，您这是用儿子的命啊！爹，你就别吓唬老四了，有你这么当爹的吗？老四，先起来。娘，儿子不起来，儿子跪着就行。爹，您听儿子解释，儿子对天发誓，绝没有那个不臣之心呐。就算儿子真走了大运，当了皇帝，享的庙号，那也是太宗，绝不敢跟您老人家争足了。你个小王八蛋，还说你没想当皇帝，连庙号都给自己想好了，还太宗？你怎么不说你想当太上皇呢？许能，咱的好大将，威震天下，日后更是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咱的南京城拱手送人。许东，你儿子可真有出息啊！陛下，犬子他……你给咱闭嘴！2代性情中人，一个比一个会放水，你还有脸说话？还有你，文忠，你看看你那个好儿子，打仗不行，玩阴的倒是一套一套，用人家的老婆孩子做要挟，咱老朱家的脸从开天辟地到今天就没这么丢过。不是说要看后世评价吗？不该是一群白胡子老头围坐在一起，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怎么是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汉东省江东市霸王龙小学第1次期末综合评估历史，请辨别以下人物，并写出其姓名、身份、主要功绩、名言及个人评价。咱怎么有一种莫名不祥的预感？姓名嬴政，身份秦始皇，主要功绩把其余6国打成屎，统一华夏。这话虽然粗鄙，但道理好像也没错。不过咱那不祥的预感更加深。名言：我是秦始皇，为我50，封你为大将军。评价：
牛而逼之。什么叫唯我无事？这后世的小娃娃还真挺有意思，幸亏父皇你没在这题目里，不然指不定要被编排出什么胡话。姓名朱元璋。抽得人神共愤的鞋拔子脸，竟然真的是后世给咱定的画像。身份：大明开国皇帝，出身最为寒微的皇帝之一，主要功绩：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名言：我民朱元璋有剑内马氏，朱标参见永乐大帝。评价：小母牛拉飞机，牛逼上天了。姓名：穆正居，字居正，号隐岳居士。咱就知道最后一个是穆正居，只是这名字后面跟的是什么玩意儿？官方谥号文正，民间尊称穆阁老老首辅、穆老太傅、穆公，雅称隐岳先生。大明第一背锅侠，大明第一举重冠军，见闻克星，永乐传家宝，太孙噩梦。学生有罪，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快对首府大人。娘的是知道的少，咱不要面子吧？父皇息怒。主要功绩：一、定南北分卷国策；二、力排众议，辅佐永乐大帝监督北平，定天子守国门，君王司社稷之万世国策。你听见了吗？从应天府迁到北平，那可是直面蒙古草原的前线啊！国都定在那儿，那皇上不是天天活在刀口上，这是荒唐。国都乃天下之本，岂可轻动？好一个天子守国门，君王司社稷，守着应天府这温柔乡算什么本事？当皇帝就是要站在天下安危的最前线。三、主导编纂永乐大典，合万古之制，开万世太平。四、设内阁，立票拟，完善文官制度。五、通运河，开海禁，遣郑和下西洋，使煌煌大明之富强与威严播扬于四海八荒。18、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官绅一体纳粮？疯了，他疯了！官绅一体纳粮，这是要绝我等读书人的根呐！此乃万世恶法！咱就不信了。他穆正居还能说出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更带劲的话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4句，千百年来能说出此话的寥寥无几，能做到的更是闻所未闻。穆正居他不仅说了，他还真做到了！天哪呀！穆正居这格局，却比咱那句参见永乐大帝要强上哪里？寇可往，我亦可往。犯我日月者，虽卷必诛。真理只在刀锋之上，尊严只在弓弩之末。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个政权的稳固是打出来的。他娘的，这话听着就是提气，就是这个理儿。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压过去！你本帅压过去！这穆正居到了暮年高龄，竟然还能亲自挂帅出征。我不要伤亡，我只要……这他娘的又来！穆正居他不要伤亡数字，他只要什么？只要城破人亡，只要斩尽杀绝啊！这么回事？太傅佐助国，内阁首辅，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领提督场尉士。提督场尉，他一个文官，如何能掌锦衣卫？一个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已经足够可怕，一个掌控了锦衣卫的内阁首辅，穆正居想要干什么？总督经营荣政，这代表着京城3大营，兵权也落入了他的掌控之中。文有内阁，武有经营，内有锦卫，外有边军，他是国中国，王中王。这已经不是权臣了，这是活着的曹操，现实的王莽。加荣禄大夫，特进光禄大夫，奉天义卫推称宣吏守正文臣。官衔居然长达几10个字儿。上加九锡，
反了！陛下！他要反了！陛下，此人乃国贼，必是国贼呀！酒席，何人敢受酒席？酒席，帝王之礼，非有大功于朝，得备苍生者不可受。然纵观史书，受此殊荣者多为王莽、曹操、司马昭之流，故后世亦称之为篡位大礼包。然凡事皆有例外，穆正居便是那唯一的例外。他是史上唯一一位身负酒席之礼，却至死未曾踏出那一步的孤臣。咱不管什么例外不例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史上最强打工仔，咱这一辈子戎马生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今天咱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啊！打工仔是个什么官？比咱的开国皇帝还大。父皇，这或许是后世的一种尊称。你见过谁家尊称是这个鸟样的？还带哭的？哎呀，差点忘了，上个空还没写完呢。不要上王数字，我只要。咱真想把那个写卷子的小屁孩抓出来，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抽100个大嘴巴子，告诉他什么叫尊老爱幼，什么叫说话要说全。我只要瓦剌王庭之内再无一人敢言胡语，再无一指敢书胡文，要他们的后代都以我汉家衣冠为荣，以说汉话，写汉字为傲。这是真正的诛心之策，杀人不过头点地。可这个穆正居，他要的是灭其国，绝其种。穆正居要的不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是从根子上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脊梁彻底打断，然后揉碎了，融入华夏的血脉之中。这穆正居比咱还狠！这他娘的才叫读书人！什么狗屁的怀绕，什么以德服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该这么干。咱倒要看看这小屁孩会怎么评价穆正居。他守住了大明，守住了汉家衣冠，守住了天下苍生。他与永乐大帝开创了万世基业，为后世子孙铺平了前路。他什么都做到了。这评价中正平和，倒也配得上文正这个谥号。咱虽然心中依旧对穆正居这个权臣充满忌惮，但对其功绩，咱也不得不承认。可他这一辈子都没能再吹完那首《凤求凰》。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国士无双，可他一定很孤独吧？咱有些明白那句史上打工仔是什么意思了。这个穆正居是为这天下打工，为这江山卖命，到最后却连一首曲子都再也吹不完。对穆正居的评价还未结束。一刻钟后，天幕将为诸位解答一个埋藏已久的历史秘辛。这也是史书上为何说洪武35年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位于燕王朱棣的原因。请诸位整理着装，做好准备。这天幕怎么天天放大饼，天天吊着人的胃口啊？千秋功过，谁人曾与评说？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1000年之后，后世普通人是如何评价这位毁誉参半的传奇首辅。评价穆正居这个人，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好人或坏人来定义。他以一人之力延续了王朝的鼎盛，将大明的国祚硬生生向后推了至少200年，为大明多延续了200年。穆正居的南北分卷，从根本上杜绝了北方再次分裂的可能。他主导的开海、迁都、下西洋，以及对瓦剌数十年如一日的经济绞杀与军事威慑，为大明带来了近100年的和平与空前繁荣。他与永乐大帝一手缔造的永乐盛世，其光辉足以与汉唐并列。这穆正居当真是一个奇才。妇人之仁，一派胡言！一群坐井观天的腐儒，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先生之风高山水长，岂是尔等能够治？综上所述，穆正居
一个让敌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让皇帝爱到骨子里又怕到骨子里的臣子。咱都有些好奇，穆正居心机如此之深，做了如此多的事，是怎么还活了一把年纪的？史书评其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功盖诸葛，名垂万古。然其人行事霸道酷烈，不容于儒法，毁誉参半，为后世帝王所忌。赞美他的人称他为挽救华夏于倾颓的在世圣贤，诋毁他的人骂他毫无人性的冷血屠夫。但无论是赞美还是诋毁，在翻遍史书之后，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无人能懂穆正居。自永乐大帝驾崩后，他的谋划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他的心思如渊似海，深不可测。当所有人都试图用圣贤或酷吏来定义他时，历史早已为他准备了一个更为贴切的称号，那是一个凌驾于所有毁誉之上的独一无二的尊号——鬼相。鬼相这个词用来形容穆正居实在是太贴切了。等等，洪武35年，天禄曾提过陛下驾崩于洪武31年，哪来的35年？心里怎么有一股不祥的预感？这是怎么一回事？父皇，这天目之言或许只是玩笑之语，当不得真。这神仙从出现到现在，可曾跟咱开过一次玩笑？洪武31年夏，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崩于应天皇宫，享年70。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建文元年，削藩史。建文4年，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宫中起火，史称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即皇帝位，4年改元永乐，都能对得上。哪里来的洪武35年？咱从棺材里面爬出来传位给了老四。龙椅还是那张龙椅，金砖还是那块金砖，这到底是要做什么？侄子，我乖乖的小侄子，你要去哪儿啊？你四叔来找你算账来了。我说宇文呐，你这皇帝当的好，你爹要是还活着，都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抽你。你这皇帝当的不赖嘛，为了抓你四叔，连北平城外粪车都擦了遍。你真是四叔的好大事。这生意，这无法无天的德行，这不是我的好女婿吗？你爹死了，你爷爷死了，四叔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家规。这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全都死了的人，怎么又活过来了？好女婿真不赖呀！小子，从小看你就行，好样的，精神点，别丢份儿。啊，是永乐大帝来了。爹，你没死啊？不是，哥们儿，这是你确定？毕竟是要当大帝的。这下彻底完犊子了，这比他娘的在洞房里被岳父堵门还刺激。抬起头来，你刚才说你爷也死了？没，臣是说，说什么？是说爷爷要是知道大侄子您这么英明神武，肯定高兴的又活过来了。完了，是被爹打死，还是被未来这个蠢货的自己给活蠢死？起来！儿臣不敢。咱让你起来，朱老四，你眼光不错，会用人。穆正居是个大才，好帝师可望3代。我就说嘛，给正局加个酒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父皇你都这么说了，哥们儿。难道说日后穆正居的酒席是咱亲口赏的？合着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内鬼呀！倒计时1刻钟。老四，拿着。那个穆正居日后会成为一个3代皇帝都忌惮的鬼相，要不要让中年老四提防着点儿？将大明的国祚在基础上硬生生向后推了至少200年，200年呐，
为了这200年，别说一个权臣，就是再出10个权臣，只要他们能干事，那又如何？既然历史已经证明老四和那个穆正居的组合能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那咱这个当爹的就不画蛇添足了。圣旨里写了什么，你回去自己看，咱只告诉你几句话：太子多病，汝当勉励。朕之四子英武四镇。有了这道圣旨，你大可以说不是靖难，你是拨乱反正，拿回本就属于你的东西。但是你要答应咱一件事儿。父皇请讲，儿臣万死不辞。你上位之后，不可为难彪儿的子嗣后代，给他找个清静的寺庙，让他进去当个和尚吧。儿臣遵旨。那个爹，我造反之前闲着没事翻了翻史书，发现上一个正常顺位继承大统的太子还是晋朝那个傻子司马衷，要不您改改，直接把我封为皇帝，您自个儿当个太上皇，岂不美哉？不是，司马，别搞啊！回头挨揍的可是我。去你大爷的！我有多久没挨过爹的打了？5年、10年。自从娘走后，我就再也没感受过这种父爱了。哪怕这父爱是一只鞋底儿，确实老了，也确实有个顶门户的样子了。爹，您的教诲，儿子一定谨记在心，绝不敢忘。瞧我这脑子，怎么把这个重要的事情给忘了？老四，那个穆正居可真如那般完美？父皇，正居是儿臣这辈子遇到的最大贵人。兵城血战，正居以一曲封求皇为号，内外夹击。一日，他为儿臣借来一戳乾坤。白沟河之战，儿臣被数10万大军围困，已是9死1伤。又是正居先生神机妙算，掘开河底，以滔天大水淹没敌军，硬生生为儿臣杀出一条血路。东昌之战，儿臣不顾其劝阻，执意冒进，几经丧命。是正居早已布下后手，带兵将儿臣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他早在那时就埋下了渠能这步暗棋，等儿臣兵临南京城下，那座监场连一滴血都没流，就为儿臣敞开了大门。啊！你曾亏待过他？自古功高莫过于救驾，可正居救的驾，我一只手都数不过来。儿臣曾许诺，事成之后封他为一字并肩王，与国同修，他不要。儿臣又说那便加九锡，以彰其功，尊荣无上，他还是不要。儿臣曾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他说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大明好，只要汉家衣冠能够千秋万代。这个穆正居果然无人能懂啊！还剩最后1分钟，父皇，儿臣要走了。滚吧，打哪里来回哪里去吧。娘，老四，你受苦了。娘，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千万保重。你是在洪武15年8月因病过世。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大哥，我对不住你，要打要骂，弟弟都随你。胡弟当为尧舜，老四放心去干，大哥跟爹娘永远支持你。你干得不错，后世都叫你永乐大帝，不要愧对这个称呼。大哥，洪武24年，你因为迁都的事情去了一趟陕西，为了找在洪武25年4月一夜之间暴毙而亡。岳父，您在洪武18年因被屈去死，切记不要吃正。时间到，好好的咱爹娘还有大哥的话，替大哥替大明守好边疆，当好你的镇北大将军。再若是遇到穆正居，务必善待他，别让悲剧重演。爹娘，大哥保重。下回预告：传奇首辅穆正居最得意的弟子之大明战神瓦剌留学生。穆正居最得意的弟子还是战神，那得是多能打。可为什么后面还有瓦剌留学生这几个字儿啊？没错，就是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却做了一件让当时整个大明都为之震动，甚至为之沸腾的蠢事。正统12年初，刚过100岁的首辅穆正居提出了一项计划，一项在当时所有人看来都无异于痴人说梦、劳民伤财的疯狂计划。穆首辅已然老迈昏聩，此举乃是动摇国本啊！陛下，此非为国，实为私意，为其身后万世续命耳。于谦，穆正居亲传弟子之一。先生，您为何要如此？此举耗天下之财，竭万民之力，
所图为何？不过是以小国之才空中楼阁，天下人会如何看您？后世史笔会如何书写您？您的一生情谊就要毁于一旦了。可是，您再是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泰，您的音乐先生。这个小木将家的老人真的就是穆正居？还有，连于谦这位亲传弟子都认为这是件蠢事儿，难不成这穆正居是真的老糊涂了？他想干什么？此事在当代遭万民唾弃，但罪在当代，功在千秋。一件让穆正居身负百年骂名，却让后世无数人捶胸顿足、扼腕叹息的旷世伟业，便是华夏5000载文明长河之中最大的憾事之一。到底是什么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能称得上是5000年的遗憾？罪在当代，功在千秋。难道是又挖了一条运河？不可能！若真是挖运河，于谦那样的亲传弟子怎会反对？莫非是修长城？意思？刚看完这一段历史，血压飙到180。那招朱祁镇的大明战神，你他娘的这功夫要是成了啊！王下以后要手死大明战神，也来将再无套餐。后世知道什么叫乱改祖宗之法，全怪那个废物留学生啊！大明战神朱祁镇，这又是哪儿冒出来的孙子？千古汉史，就是被这个叫朱祁镇的大明战神给搅黄了。我朱家的后代怎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不仅被后世人戳着脊梁骨骂，还耽误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儿。这是一项足以改变华夏未来万万人生死与境遇的计划，一个让大明王朝的龙旗飘扬在另一片大陆中心，俯瞰整个大陆的宏伟构想。穆正居将它命名为南下逐倭计划。倭寇就是东南沿海那群上蹿下跳、连个正经国家都算不上的海盗。至于把事情搞得这么大，还他娘的成了华夏5000年最大憾事之一。坐渡金山，储量惊人，实践银山世界级矿，巅峰时期年产量占世界1/3，人口约1000万有。这样去的话，得花多少香味？是倭寇，这分明就是一个人口1000万、物产丰饶的海外大国。此岛远悬海外，想要征伐，需建多少楼船宝船，又要耗费多少钱粮人力？纵使我大明国力强盛，可如此劳师远征，怕不是要掏空国库？穷兵黩武，隋炀帝3征高句丽而亡国，前车之鉴不可不查呀！跨海征伐，那可比陆上征战难上数倍，这笔账怎么算都算不过来。莫非那个穆正居真的老糊涂了？在穆正居担任首辅之下的大明，是华夏上下5000年从未有过的鼎盛，一个疆域之辽阔、国力之强盛，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之巅。经过永乐、洪熙、宣德3朝帝王不计成本的征伐，以及鬼相穆正居近100年的苦心经营，至穆正居去世之前，大明已是前所未有的横跨大陆与海洋的超级帝国。横跨大陆与海洋的超级帝国。穆正居亲自主持火器改良，从永乐朝开始，便不计成本投入研发。神机营的火铳，从最初的笨重火门枪，进化为Z8枪的雏形，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装填更快。大明的红衣火炮从笨重的碗口铳进化为可以快速机动的野战炮。穆正居甚至亲自设计了火箭弹的简易版，让大明军队拥有了远程攻击能力。此时，大明的火器水平领先世界至少200年。火器虽然现在还很笨重，但威力确实不俗。要是能改良到天幕说的那种程度，那打仗还不跟玩似的。穆正居完善内阁制度，建立起一套高效运转的官僚体系。他设立的6科给事中制度，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他推行的官员考核制度，让能者上，庸者下；他建立的情报网络，让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权力制衡，考核，这个好啊！穆正居推行的摊丁入亩，让国库充盈；他主导的海禁开放，让海外贸易为大明带来滚滚财富；他建立的票号制度，让大明拥有了最早的银行雏形；他推行的公方制度，让大明的手工业发展到了巅峰。整个政治、经济、军事体系在穆正居的改革下，领先世界其他国家整整一个时代。这就是穆正居治下的大明，一个让后世史学家都无法理解的超越时代的存在。
直接行政管辖区2京16省。16省，明明是2京13省，多出来的3省是哪儿来的？从其所指，皆为王土，帝国直接管辖区2京16省。这是穆正居耗费一生心血打造的铁桶江山。从永乐朝开始，每一次开疆拓土，背后都有穆正居的影子。往东，穆正居建议永乐大帝设立辽东省，将触角伸入苦寒之地，让北海这片汪洋成为大明的内湖，让库页岛沦为皇家牧场。往西，穆正居执政后期，整个西域都是大明的地盘，古老的丝绸之路。那现在就是大明的内廷走廊，什么察合台汗国，什么天门帝国，敢不服气？50万大军给你脸上糊一下。妙啊！打了一辈子仗，就应该把地盘打得越大越好。没想到穆正居居然能把疆域拓展到这种地步。往南，穆正居亲自操刀，与苏达拉建立永不陷落的钢铁要塞，整个南洋全是大明舰队的洗澡堂。就连琉球国王的王冠都得由大明使臣亲手给他戴上，不想戴那好办，换个想戴的。好啊，好，咱大明就应该如此硬气，如此威风。这穆正居真是好样的，大明长脸。往北，穆正居设立朔方城，将河套平原变成粮仓，曾经的边防长城，现在就是大明腹地的一条观光走廊。什么蒙古热火，什么瓦剌塔塔，全都给我老老实实趴着。平群威武，杀！平群威武，杀！一次不够，那就2次；2次不够，那就3次，直到他们看见大明龙旗就跪下磕头为止。好样的，老四和穆正居真是好样的，竟然把草原这个祸患彻底消灭了。这个穆正居当真是一手将我大明推上了顶峰。军事镇压与机密控制区，这是穆正居最擅长的。一手狼牙大棒，一手砒霜胡萝卜。漠北都护府土木堡之战后，穆正居力排众议，在草原中心建立永久要塞，卡尔喀、瓦剌各部全都得乖乖臣服。穆正居的政策很简单，你服我，咱哥们儿给官；你不服，行啊，咱大明野战炮阵地明天就出现在你眼前，对着你家门口。乌斯藏都护府，穆正居强化对青藏高原的控制。3宣6卫都司，势力范围覆盖今天的缅甸、老挝、泰北。穆正居直接把西南门户向外推了上千里，什么陆川宣慰司敢跳，直接出兵平了，连续打了3次，他的子孙后代都不敢再反。这是一个将军梦寐以求的时代。经济文化朝贡区，又称大明治下的和平，这是穆正居最得意的杰作。凭借着穆正居亲自督造改良的无敌舰队，大明海军常态化巡航于日本海与东非之间。什么叫海上霸主？这就叫海上霸主。所有想和明朝做生意的国家都必须接受大明的册封。日本室町幕府、朝鲜、马六甲、暹罗全都是大明的藩属国。他们的国王继位，得大明点头同意。穆正居废除了八股取士的弊病，大力推广实用直学。无数由大明皇家书局印刷的书籍，通过商船被送往四方，价格低廉，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农桑医工，应有尽有。我的目标很明确，让天下人都说汉话，写汉字，读汉家经典，用大明宝钞行大明礼仪。此时的巅峰大明，疆域与势力影响范围囊括陆地与海洋，总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这都是咱老朱家的江山。永乐大帝与他的子孙3代，皆是好战之君，常年御驾亲征。整个大明帝国所有的事务，全都压在了首辅穆正居一人身上。永乐大帝朱棣则被称为穆正居亲自册封的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大将军。3代帝王在外面干仗，穆正居在家里给他们擦屁股。皇帝不在家，朝廷谁说了算？穆正居说了算。这就是史上最强打工仔的真实写照。一个人扛起了2京16省。
这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一个人身上，还是大几十年。这他娘的不是人，是神啊，不是鬼！南下除倭计划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力即将达到巅峰的时刻被提了出来。在永乐大帝在世之时，穆正居就已经向其提出过这个想法，但是南下除倭计划，穆正居准备了整整50年。咱现在明白穆正居为什么会被天下人唾骂了，因为没人能看懂这个活了100多岁的老怪物，他那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布局。后世将其称为穆圣人不相信眼泪，只想把小日子打到崩溃。南下除倭只是完整计划的第一步，难怪后世说那是千古汉事。正如史书所言，无人能懂穆正居完整的南下除倭计划，其重在南，而非除倭。啊！重在南下，南下之后，除了那片岛屿，茫茫大海之上还有什么？老薛，你南征北战这么多年，你说说，南边除了倭国还有啥呀？再往南就是南洋那些小国，除此之外，咱也不清楚了。谁家好人出征打仗带这些玩意儿？这是要去灭国，还是要去开荒种地呀？据说鬼相穆正居在宣德年间曾亲自接见一位来自南洋小国的使臣，正是从那位使臣口中，他偶然得知了一个惊天的秘闻。那位使臣的祖父遭遇风暴，当他九死一生从风暴中逃离时，远远望见过一片大陆的轮廓，一片从未有任何史书记载过的广袤无垠的未知大陆。未知大陆，这又是什么地方？然而那位老船长并未能成功登陆，当然这仅仅只是野史，当不得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为了一个死无对证的命文，他就要赌上整个大明的国运，去进行一场前无古人后也未必有来者的豪赌。事实证明，穆正居是对的。真的，居然是真的！根据后世史学家对帝国首辅传只言片语的记载，以及对当时记载的造船技术、洋流、季风的严密推算，如果那支舰队真的按照穆正居预定的航线，从倭国休整之后一路向东，不出半年，他们就能抵达那片在后世被称为北美洲的富饶新大陆。那片大陆有多大？帝国首辅传曾有残卷透露过穆正居的完整计划，用1月时间将倭国打服、打残、打散，随后强制推行汉化。不出3代，使其彻底沦为大明在东海永不沦陷的疆土。第二，东进，以倭国为跳板，跨越那片被后世称为太平洋的海洋，直抵新大陆。彼时的北美洲尚处于原始的部落时代，其土著居民甚至未曾进入铁器文明。大明的军队一旦抵达，那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如果计划成功，经过若千年的经营与消化，大明王朝的陆地面积将一举突破4000万平方公里。更重要的是，大明将真正拥有万世不移的根基，华夏的未来将再无100年国耻，再无那些不堪回首的血泪。其实，在穆正居刚刚提出这个计划时，阻力就已经超乎想象，可他顶住了所有压力，甚至亲自挂帅，以100岁高龄登上了南下的旗舰。出发。不久后，大明第3舰队抵达东海群岛外海，战争爆发了，胜利似乎唾手可得。然而，就在穆正居准备一鼓作气，彻底摧毁其抵抗意志，为后续的东进计划铺平道路时，意外发生。警示急报！地下连下12道金牌，勒令太傅穆正居立刻马上停止一切对倭军事行动，即刻班师回朝。虽然已经知道穆正居完整的计划会失败，但咱还是想看看穆正居面对金牌急报会怎么办。